大家好，我是牛奶。接上集讲到，薰儿率军万里救夫，冰河谷谷主与魂殿尊老一死一逃。萧炎正庆幸自豪着薰儿与自己情深的时候，却发现小医仙与薰儿的目光已经对碰在了一起，一边是长情陪伴，生死与共，另一边是两小无猜，情根深重。火药味十足的氛围里，萧炎硬着头皮给两女互相介绍了一下彼此。话音落，小医仙与薰儿近乎是不约而同的微微一笑，旋即上前一步，同时伸出玉手。萧炎见两人反应还算和平，暗中松了口气，只是刚刚扬起的笑容，下一秒就僵在了脸上，因为他发现灰色气流以及金色火焰居然是自两人的握手处袅袅升起。萧炎又急又气，急忙上前想将两人分开，结果两女比他速度更快。在来之前便是听说过小医仙姐姐恶男毒体的厉害，如今见面果然名不虚传。不过这段时间多谢你对萧炎哥哥的照顾了。薰儿轻退一步，揉了揉手后道。闻言，小医仙温婉一笑，我也听萧炎多次提起过你，如今一见，的确是天之娇女，难怪他对你念念不忘。两女的话语听起来似乎格外亲热，萧炎却是直觉不妙，立马岔开话题，表示此处不是谈话的地方。两女闻言微微点头，不再说话。于是一行人就在众多叶家族人的围观之中，来到了叶家的议事厅。叶崇等人退下后，萧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咧了咧嘴。天火三玄变的后遗症之强，若不是萧炎体质强横，现在只怕早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轻轻将身边的茶杯推向萧炎，薰儿柔声询问：萧炎哥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萧炎想要去魂殿救老师，薰儿不意外，但却并不支持。其一，与冰河谷一战，萧炎身边的力量已经基本暴露，魂殿那边必然已经有所防范，提前转移走药老，再布下天罗地网，不是什么不可能之事。其二，薰儿此次出来并不能待太久，10天已经是极限，而古族也不可能作为萧炎的后盾正式对上魂殿，因此解救药尘以及肖战的事还是再等等。将这些利弊掰碎揉细了分辨之后，萧炎沉默了半晌，才承诺短时间内自己不会主动找上魂殿。薰儿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道：药尘老先生不是寻常的斗尊，魂殿绝不会轻易取其性命。待我回去之后，会动用古族的力量寻找药尘老先生的关押之地，若是有消息的话，会立刻派人告知你。微微点头，萧炎再次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得尽快增强实力，那3000焰野火他一定要弄到手。当天夜里，萧炎正在房间内修复自身伤势，薰儿却是突然到访。感应到来人是薰儿，萧炎冲着房间的窗户处笑道：既然来了，还躲什么躲？闪身立于萧炎身前，薰儿微笑：这么晚了，萧炎哥哥还不休息？萧炎没有说话，看着面前格外清雅动人的女孩，没忍住握住了她的手。薰儿羞红了脸，随后顺势坐在了萧炎的床边，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喃喃道：萧炎哥哥，这些年薰儿很想你。闻言，萧炎只觉得心头一阵温暖，手掌滑落至腰际，将薰儿搂进怀里。萧炎吻了吻她的青丝，薰儿任由着萧炎搂着，半晌后才仰起头，将一卷金色卷轴交给了萧炎，正是地印诀后面的3印。萧炎哥哥可不要拒绝，中州不是黑角域，这里强者如云，保命手段多一些，也要安全许多。薰儿不能一直留在这里，所以这地印诀你可不能找借口推脱。看着面前的卷轴，萧炎没有犹豫太久，就将之接过。他很清楚，只有变强才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薰儿见萧炎收下卷轴，嘴角微微上扬，随后薰儿同萧炎说起了驼蛇谷地狱的事情。驼蛇谷地在斗气大陆上遗留下了一座隐匿在虚无空间之中的斗地府，斗地府又保存得极为完好，里面除了宝物，还极有可能会有晋升斗帝的办法。要知道，自从远古之后，就很少有人突破到斗帝，当年的那些斗帝也几乎是一夜间完全消失了，而驼蛇谷地狱便是开启斗地府的钥匙。薰儿叮嘱萧炎，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一定不能暴露手中的驼蛇谷地狱。而且除了魂殿这个强者以外，其实古族内部对于萧炎这块驼蛇谷地狱的归属分歧也很大。即便是古族与萧家先族有过约定，可如今萧家衰败，很难保证一些古族强者不会私自出手，而那时萧炎的处境将会极为危险。魂殿抓走萧炎的父亲，为的就是驼蛇谷地狱。至于古族与萧族的约定，曾经的萧家乃是斗气大陆上的一流势力，萧玄更是经验绝之辈，短短100年时间便是位列大陆巅峰。当年有实力能够与萧家的领导者萧玄一战的人，也不过4人而已。萧家与古族的盟约也是当时所结，不过立下盟约之时，也是萧玄陨落之际。古族因之前受过萧玄的恩惠，便答应照看萧家，并在关键时刻保存萧家血脉。
只是人走茶凉，这份盟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当初薰儿去萧家，一方面是其父想让薰儿过个安静的童年，另一方面便是族内的一部分人想让薰儿将萧家的驼蛇古丽玉给取出来。薰儿还告诉萧炎，萧玄的古墓就在古界之中，只有拥有萧家血脉的人才能够进入。萧炎若是有机会去古界的话，或许能去那里看看，指不定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只是萧炎是萧玄前辈后代之事，不可外传，毕竟萧玄当年也得罪了不少人。对此，萧炎表示明白，并且立志等自己实力够强了，定要将先祖之墓转移到萧家，让萧家后辈日夜祭拜。若是萧玄前辈能够听到这话，他也是会很欣慰的。薰儿笑着说道，之后话题一转，说到自己这次出来不能久留。萧炎一听薰儿要走，把薰儿抱得更紧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古界寻你？萧炎道。薰儿甜甜一笑，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不管怎样，萧炎哥哥只需要知道薰儿会站在你这一边就好。放心吧，我知道去了那古界会面临多少的挑战与麻烦，我不会莽撞的，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的眼光是最好的。被如此坚定不移地相信着、爱护着，萧炎此时心中的爱意已经快要满溢出来。望着那近在咫尺的娇媚笑颜，萧炎原本放在薰儿腰间的手不自觉地开始游走。领地被侵犯，薰儿的脸颊顿时变得又红又烫，直到那略显粗糙的手突破衣衫，摸到了那处山峰的柔软与滑腻。薰儿那明媚的眼眸逐渐浮现些许雾气，随着萧炎的作怪，薰儿终究是没忍住，发出一道细微的嘤咛之声。这一下，萧炎小腹处的邪火瞬间暴涌而上，将薰儿揉进怀里，上下其手的同时，不忘朝着红唇攻去。萧炎的闯入让那薰儿越发的娇软与迷离，悄悄地解开青色衣衫，大片的雪白逐渐显现。就在萧炎要将怀中的人儿彻底剥个干净时，一道蕴含着雄浑斗气的干咳声突然从房外响起，这一下把两人震了个透心凉。小姐，老夫有事相询。瞬间恢复清醒的薰儿羞恼地瞪了萧炎一眼后，连忙扯过被子将自己裹了起来，让衣衫归位。被瞪了一眼的萧炎想要说点什么，想了想又觉得这事儿无法辩解，只得丧气地低下了头。薰儿见萧炎那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偷笑了一下后低声道，你个坏蛋，竟然想动歪脑筋。萧炎没抬头，而是嘴里嘟嘟囔囔的，明明是薰儿太诱人。闻言，薰儿连忙伸手挡住了萧炎的嘴，不让他说。萧炎却是借机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目光充满着爱意地看着他。迟疑了一会儿后，薰儿轻咬了一下红唇，旋即猛地低头亲了一下萧炎的脸庞，低声道，萧炎哥哥，薰儿体内血脉尚还没有完全觉醒，不能行男女之事，否则后果很严重。等下次见面时好吗？听得耳边响起的如蚊蝇般的细微声音，萧炎先是一愣，随后满心的感动。还没等萧炎说点什么，被自己的大胆言语震惊了的薰儿就已经跑开了。望着薰儿离开的背影，萧炎的手掌轻轻握了握，旋即在心里暗道，这个坏人好事的老家伙真是不道德。此时坏人好事的老家伙们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来回走个不停。薰儿可是古族千年之中血脉最为完整之人，若是今日他将自己交给了萧炎，那萧炎绝对会被愤怒的古族追杀到天涯海角，而那时候他们二人定然也会落个保护不力的罪，那下场想想都觉得。两人通红着眼睛对视一眼，旋即同时点头，下定决心就要推门而入。就在此时，薰儿打开了房门，见到薰儿出来，黑衣老者二人差点没哭出声来。要是这对小男女冲动了一下，那整个古族怕是都会疯狂了。想到这里，白发老者硬着头皮，颤巍巍地问道：“小姐，你与萧炎没做什么吧？”强装镇定的薰儿闻言，顿时就羞红了脸，底气不太足的大声道：“你们乱想什么呢？”心虚的狠狠瞪了两人一眼，薰儿推开二人，就急匆匆的回自己房间了。其实二人察觉到薰儿的气息没有发生变化时，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了。但薰儿那诡异的脸红，这两个老人精哪里有不懂的？恶狠狠地盯了萧炎的房间一阵后，二人才气呼呼地离开了。而房间内的萧炎却是一点没有感应到两人的怨念，正抱着先前裹着薰儿的被单发呆呢。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